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刘念，22岁，来自重庆，石油钻井工人，年收入8万；女主人公丁玲玲，25岁，来自重庆，公司职员，年收入5万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主任好，嘿，刘念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嘿，好。哦，重庆的儿，对，哦，老得。很有那个重庆人男人和女人那个长相，看见没有？怎么了？你去他那儿看很苦是吧？是的。所以要分开是吧？也不是说分开，先考虑一下。钻井工人是吧？石油工人。啊。钻井工。对。就跟王敬喜、铁人王敬喜他们干那工种是一样的。对对。特累哈。在野外条件也挺辛苦的。嗯。上下班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其他业余的娱乐活动啊什么的。他这工作，如果你们要往前发展的话，由订婚而结婚，每年能见几面？3面最多。每面见多长时间？也就6、7天左右吧。也就是说，一年能见21天是吧？最多见20。大概差不多。我听说你这次去到他们那个队上了是吧？去了的，对。说当天就吓跑了。反正是够心酸的，看起来。他们那个地方就周围大部分都是那个池塘，就一个钻井平台，可能工作还要到那个20多米高以上的那个平台上面去，对吧？那个又危险，除了工作就吃饭睡觉。他在那儿干5、6年左右的话，基本上跟社会就要脱钩的感觉。还有担心的就是他的安全。小伙子上井多长时间了？快1年了。快1年了，有那么危险吗？有个小磕小碰。磕哪儿了？手，一般都是手。因为现在就操作机器，然后手受伤的机会比较。你喜欢这个职业吗？刚开始从学校出来干这工作还是挺心酸的。慢慢的，然后跟队上的什么队长啊、他们师傅啊、什么兄弟什么的现在都合得挺好。有感情了是吧？对对对。据我所知，你们30多个人，除了队长结了婚，其他全是老光棍啊。那没。像你这有女朋友的，据说都稀奇是吧？没那么严重啊。找对象一般都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谈上的，然后如果能坚持到队上，但是很多都坚持不长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的这个爱情比别人的短。说说怎么认识的吧，姑娘。因为他们的同学跟我们高中同学就是朋友那种嘛，认识了。然后一个巧合的机会，他们同学在我们同学的手机上把我的号码给找住了，然后就拿回去分给他们寝室的朋友，然后他最后给我发短信了。等等，我没弄清楚哈，是说有一个人把你的手机号码拿回了寝室，分给了5、6个男生。他的目的是说让这5、6个男生去追你是吧？不是5、6个男生去追我，因为他也弄了几个号码，就其中有我的一个，然后他们就分给他们随便自己去联系。就是现在他们年轻人都这么恋爱了。不是，石油学院女生特别少，所以外系的外校的女生的号码弄挺多。老师有经验，你们俩就配上了哈。当时就没有谈说是说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就说我们那个做男女朋友可不可以？但我当时没答应他。后来被他们寝室的那个同学知道，他说他也喜欢我。他们俩同时追求你，在这2个人当中，你选择了小刘是吧？是的。这小刘哪儿你喜欢呀？大家都看得到，他真的比较老实。最后第二就是因为我妈的意见就是说不让我耍外地的。他是本地的是吧？对，就是我们重庆的。结果你没想到他工作以后，其实虽然是重庆人，但是却变成了一个外地工作的人了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开始难受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爱他吗？爱。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吗？有。你又爱他又有能力，他不希望你在那儿辞职回重庆。这个问题有点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签了5年的协议了嘛。通过干这么长的时间，也对这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了，有点难割舍了。所以这是2难是吧？对。因此今天来这里了。好，让3位老师给你出主意，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可能是爱还不够，因为我爸爸是船员，
我的舅舅是船员，他们1年只回家1到2次。对对对。但是他们依然家庭很幸福、很和谐，所以时间少不见得是问题，而是在于在一起的质量以及很坚定的爱。如果你拥有这种爱的话，是可以创造出幸福。所以这一点是要说给小丁听的。那今天跟刘念说的是，每个人爱的语言不一样，有些要的是赞赏肯定，有些要的是礼物、金钱、物质，有些人要的是身体上的接触，那有些人要的是时间。最完美的是什么？你们要的对方都给得出来，这是最完美的。最后我要说一句话，我想在这里对你们像这种极地的职业，或者是船员，或者是这种其他的之上最崇高的敬意。我想说，我们可以歌颂伟大，我们也可以鼓励伟大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，她的幸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很轻率的去崇咏她伟大。如果两地的爱你真的要坚持，我认为有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，未必一定要是女性。爱就是为了在一起，相爱的人当然是要在一起，爱本来就是为了在一起甜甜蜜蜜过日子，结果你非得找一人分开。如果咱们家姑娘这个感情还没有深到那程度，咱们为什么非得要逼她去日日夜夜的煎熬来成全伟大呢？我特别认同哈，注意前面的修饰语，是感情还没有深到那个程度。对，没到那程度，因为我觉得很明显，这女孩特别顺利简单，在一个妈妈的保护下成长，她很多地方包括择偶都听妈妈的，她甚至就没有出过大远门，也没有想过要经历怎么样惊涛骇浪的爱情和生活，她只想要一个简单的人，简单爱。既然不能够为爱做得那么伟大，那么就接受自己的小现实，分开也很好，不是吗？小丁啊，一个人的时候难受吗？挺难受的，因为我就是不习惯一个人走路，不习惯一个人玩。每一次就是我回学校嘛，晚上基本上就有时候晚上出去走一下，就看见人家成双成对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要是他在的话，他一定会陪我。就我心里就特难受，边走边哭，就那种感觉。这个我们能体谅，能理解。不对，我想问问黄老师，如果所有的女性，年轻的女性都像你这种想法，那我们国家永远没有两地分居的工作吗？全世界没有两地分居的工作吗？如果有两地分居的工作，姑娘们都不愿意跟着男方结婚，那我们的海员、我们的地质队员、我们的石油钻井工人都得打光棍吗？那说到这里，我要说句公平的话，如果今天刘念在你的立场是你希望得到高薪的工作，也希望得到美娇妻，但是有的时候鱼与熊掌不可以兼得，必须放弃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得勇于承担，你不能说我两个都要。那我欣赏他的是我热爱这个工作，我为祖国献石油，没有石油你们买个汽车干嘛？对不对了？对不对了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小伙子你要知道，你的工作是很伟大的、很高尚的、很崇高的。现在问题是两难，各自有各自的选择，我们不能说谁不好，对不对？希望你理解这一点。如果没理解错的话，老师们其实就是说到了，要有人在这段情感当中牺牲。是。所谓的牺牲，就是我为了职业，我牺牲我的爱情；我为了爱一个人，牺牲我现有的安逸的生活。是。就这么多吗？就牺牲吗？来，踏浪，旁观者清。今天谁来了？我妈妈。您好，这小伙子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是不喜欢人还是不喜欢工作？工作也不喜欢，人也不喜欢。好嘛，双向否定。为什么不喜欢这人啊？这人哪儿不好啊？家庭条件也不好，他的工作也不好。您知道您女儿很爱他吗？他不爱他。啊？不爱他。你女儿不爱他？告诉妈妈你爱他吗？爱他。人家说爱呀。我反对他。妈妈主要是觉得太远了，照顾不了你的女儿是吗？对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今天大家说这么多，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你，就看你爱不爱他，你爱他达到什么程度。如果说一个男人能爱一个那么苦的职业，我觉得挺了不起的。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他一定有一个成功女人的支持。我也相信呢，今天的爱情保卫战节目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选择。听自己心里的话，自己做决定。对，
因为那是你的幸福，不是别人的。决定之前哈，他们队长有一个祝福给你们俩，我给你们俩看一下，好吧？来看一看。从这个大学分到我们这个钻井队来之后啊，他女朋友这方面是不是啊？可能是对他的一些各方面的工作，可能说不太这个了解啊，对我们这个石油行业的工作不太了解，可能说对他这个留在回家少也是不太理解。我希望刘院的媳妇在这方面要多多支持刘院的工作，是吧？你这个工人嘛，石油工人嘛，可能说就是这个撇家舍业，在这个外边荒郊野地。是吧？不是说是大都市的生活啊！希望刘院的媳妇在这里看到这些工作之后啊，对刘院的工作要大力的支持。以后希望他这多来常来。以后要是步于这个结婚的殿堂，是吧？希望这个刘院的工作越干越好，让他的贤内助大力的支持。以后结婚生子，壮大我们油田的队伍，是吧？也为我们的后备力量、储备力量，是吧？在这里，我也对我家在辽宁盘锦的媳妇儿道一声谢谢他，辛苦他们了。谢谢队长。大家为什么又笑又鼓掌？其实就是感受到那份质朴、那份纯真和对这个事业的爱。恰恰是有这么一群憨厚的、热爱本职工作的人在我们的身边，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，才让我们有闲心来分享和品味爱情当中的一些苦涩和甜美。其实很简单喽。问问自己心里的声音，要不要为了爱做一些割舍和放弃？来，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我真的希望你能支持我。虽然就是说像妈妈说的，家里面条件不好，但是有了这份工作，我能肯定我们家的条件会慢慢的好，因为这份工作能够改变我们的未来的生活。我每天也挺想你的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多多的支持我。只要我们的两个人的心在一起了，我相信什么都不是困难。希望你能支持我，我爱你。不管你1年或者是1个月能有几天在我身边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安安全全的。会的。还有我就是愿意忍受孤单，忍受寂寞，在家里好好等你。谢谢。表白完了？你真那么老实？你没听明白他说什么吗？听明白了。上啊！好，两位年轻人啊，先分开一下哈，请回到原点上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，你们希望他们订婚还是分手？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。来，请选择。我要访几位现场的观众哈，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访。来，给穿红衣服的姑娘，你选的是订婚吧？是订婚。是订婚啊。嗯。旁边是你男朋友。是。你们俩天天在一起。嗯。如果他以后也有一份职业而两地分居，你会守着吗？我应该会支持他吧。啊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要跟这小伙子订婚呢？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不那样的话，我们的祖国都不会变得特别强大，就不会往前了。你是被这个石油工人感动了是吧？嗯，对。谁没有男朋友举手示意我？哎，给那个戴眼镜的妹妹哈，你选择的是订婚？对，订婚。哎，你为什么选择订婚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挺伟大的。
你是觉得他伟大，还是觉得石油工人、石油哥哥伟大？我觉得，说实话吧，他们俩都挺伟大的。好，真的没有男朋友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下次他探亲的时候，带着你们这些单身的姑娘，你们选了，那么觉得石油哥那么伟大，可以去见一见，去相亲好不好？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编导鼓掌了，他们队长是认真的，这是队长的愿望，真可以哈，真的可以。好，下次带他们去油田啊，去联欢。谢谢你，请坐下来。其实这也是队里面的一个愿望，说在节目里面帮我们呼吁呼吁，我们的小伙子都像这样的小伙子，还有比这样优秀的小伙子，有没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我们的？真愿意，我们组织你们去相亲去哈。丁妈妈，这个很反对哈。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了订婚的话，你能宽容的支持他们一下吗？他能。啊？他能。来，一起倒数5个数，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只是爱你爱你，不去不理，不在意，已无论多少风雨，就是爱你爱你，躺在你手心。你哭什么呀？来，你哭什么？感动了，感动了啊！哦，有福气。来呀，花童来了。别哭，小伙子，拿戒指，赶紧求婚，趁热打铁。哦，谢谢你们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感谢天津东极特级提供的精美钻饰，这是给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，谢谢我们的2位小朋友哈，谢谢你们，还有礼物送给你们，这是由金立手机提供的荷塘系列音乐手机，也是你们的订婚礼物哈。高兴吗？高兴。除了完成你们俩这个事儿之外，现在还有几个要跟你回去相亲的姑娘，你带回去吗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给你那队友说啊，就真去啊，别忽悠人家。你跟阿姨说2句，你得谢谢阿姨啊，养了这么好一个闺女是吧？谢谢，谢谢阿姨。就是我希望以后你能多多的理解我，也支持我，也希望你放心的把玲玲交给我，我会对她好一辈子的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养这么好一个女儿啊，要不然你们俩这什么一下吧？我第一次在节目里提出让那个订婚嘉宾接吻，你们成全我一次行吗？以前都是他们喊的，我从来没提过。把礼物拿走好不好？常保持联系，在异地嘛，请回。